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未来的婚礼啊，在婚礼当天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你们的婚礼会在什么样的地点举办？它会有一个怎样的流程？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四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可以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战车牌，就是你们在婚礼当天会非常的奔波啊。战车的话，你们可能会被拉去好几个地方，或者说好几个地方来回跑的这种感觉。可能说婚礼当天会发生一些事情，打断你们原有的规划和计划。可能甚至你们有可能会临时的去换一个场地举行这场婚礼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战车，你们在去往酒店的路上可能会遭遇到非常拥挤的交通，战车本身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所以这张牌我看到你们未来的婚礼会很赶啊，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然后第二张牌宝剑2，这张牌比较有趣啊，它对应的是可能你们在婚礼上的某个环节，眼睛被蒙住，然后这个飞镖呢，可能是你们会投掷某种物品，或者说一束花。就是我们在婚礼上可能会有一个环节，就是新娘会扔一束花，然后谁接到这束花，比如说伴娘伴郎，谁抢到这束花，谁就是下一个要结婚的人，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形式啊，通过这种形式来传递一种祝福啊。那么权杖10这张牌呢，虽然说这个你们的婚姻是你们人生当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但是它也绝对是你们人生当中最疲惫的一天啊！你们会准备非常多的东西，不仅仅是要走很多的形式和流程啊，就是权杖10这张牌，我感觉整个婚礼它都是你们一手操办的感觉。而且呢，可能对于一部分的你们来说啊，就是你们的这种家庭的传统习俗，可能要带一个很贵重的东西在自己的身上，类似于一个比如说一个行李箱里边装着很贵重的彩礼。权杖10呢，你们所携带的这个东西，它会有着很深刻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边啊，很贵重，或者说很有这样的一个纪念意义啊。你们带着这个东西，就会感到身上的一种责任和使命啊。那么权杖3和这个魔术师的话，其实对应的是一个是你们，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的伴侣啊。那么从这个权杖3的话，就是你们未来的婚礼啊，为什么说你们会很疲惫？就是因为你们未来的婚礼是你们和就是你们的伴侣，你们两个人一起去亲手指挥和设计的啊。魔术师呢，你们未来结婚的这个人，他本身如果说对应的是魔术师的话，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人，能力非常的全面。对，因为这个牌面上啊，圣杯、宝剑、星币还有权杖啊，4种元素都具备，他们有着很丰富的人生经历，非常的博学，就像一个行走的百科全书。而且呢，对方是魔法师，你们是权杖3，就是你们两个人，其实我在牌面上感觉都蛮强势的。这种婚姻它明显是那种强强联合，并且两个人可以产生1+1大于2的效果。权杖3的话，你们也是一个自身条件很不错，而且有着很强的这种独立的意志啊。你们在遇到这个魔术师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可能就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各自事业上的积累，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工作和事业都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然后你们才会去选择进入到婚姻当中。你们两个人都比较强势，也很优秀啊，并不是说这种强势它会产生冲突，而是有的强势的人和强势的人在一起就能够产生出1+1大于2的效果。这种强势并不意味着是矛盾，而更像是一种互补，有一种分工协作的意味。两个人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都有着很强的行动力和执行力。你们之所以可能会选择这个人呢，应该是魔术师他会带给你们一些没有体验过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吧啊。
他本身魔术师是有着很强的创造能力的，他是一个很典型的创造型人格，很善于创造，并且会把自己创造的东西分享出去，而不是独自占有。他们的思维很独特，所以说这个魔术师我觉得真正宝贵的一点就是他们在一段关系当中不会去索取，而是更多的倾向于分享一些美好。这个魔术师的出现会给你们的生命注入很强的生命能量和生命活力。所以说你们的这段关系啊，之所以能够走入到婚姻当中，是因为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能够不落入俗套，能够不断的创造一些新的体验，注入一些新的生命能量。那么这张吊人牌呢，你们在婚礼当天可能还会把自己，就是在婚礼开始之前啊，你们可能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会待在一个地方，或者说等着你们的伴侣来接你们。你们在这个阶段呢，会有很多的思考，或者说会，与其说它是封闭，不如说是你们在享受自己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独处的时光，最后的单身时光。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因为吊人牌啊，你们对于婚姻可能是异常的清醒且理智。所以说这个婚姻它是你们因为爱和责任给自己自愿的套上的一个枷锁。而且呢，我们抽到的这个星币王后，星币王后的话，我觉得是你们的长辈啊，比如说你们的母亲，或者说你们伴侣的妈妈啊，会在婚礼上送给你们一个非常贵重的礼物啊。星币王后通常对应的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非常有经济实力的一个女性角色，或者说女性贵人。而这张圣杯3呢，它对应的是你们在婚礼的前一个晚上啊，你们最要好的朋友会和闺蜜会来到你们的身边啊，你们会可能会喝很多的酒，会庆祝啊自己进入到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啊，会一起去享受最后的单身时光啊。这是一个具有仪式感的告别，告别自己的过去，拥抱新生，拥抱你们的未来。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第二组牌的话，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个星币9啊，就是星币9这张牌，其实是你们在婚礼那天啊，整个婚礼的流程可能你们不需要去太过操心，就是你们整个人在这个婚礼的过程当中是一种很悠闲的状态，就是可能是你们的父母或者说对方的父母，他会把所有的流程都给你们安排的明明白白。当然这是对应的是你们所举办的第一场婚礼啊，因为这组牌的话，我觉得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你们在未来可能会举办2场婚礼，一场婚礼它是对外的，就是像我们传统举办的那种婚礼一样，去邀请双方的朋友，然后你们就像走一个过场一样，所以说你们会很轻松。第一场婚礼因为它不是由你们来策划的，它更像是完成某种仪式，或者说走一个过场。那么第一场婚礼的话，你们肯定是会像这个权杖王后一样去盛装打扮，手捧鲜花，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和宾客。而且呢，在第一场婚礼当中呢，因为虽然说你们会觉得这是你们婚礼的大喜之日啊，但是呢，宝剑3，那天你们整个人会很情绪化，也很 emo， 就是你们，因为这个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未来的那个婚姻，它一定是会改变你们的人生轨迹和命运的。你们离开了父母的身边，整个人可能就会变得很情绪化啊。当然，你们可能想的是，就是在婚礼那天应该是很高兴、很快乐，或者说一种很兴奋的情绪才对啊。但是我觉得，当天你们的情绪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复杂。这种难过当中，它是伴随着喜悦啊，但是呢，它也意味的是你们即将要离开你们从小到大成长起来的这个家庭啊。虽然说有自身成长的喜悦，但是也会有一些无论是告别过去的自己，还是告别自己的父母啊，他可能都会有一些情绪化。
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成长的蜕变，你们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啊。可能说你们自身的这种情绪化呢，也会受到你们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感染啊，他们会对你们的成长感到很喜悦，但是呢，也会对你们的离开而感到难过啊。所以说，这意味的是你们要组成自己的家庭啊，独自承担起生活的责任和重担。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牌面当中呢，抽到了一个圣杯国王啊，还有一个是宝剑国王，就是你们未来伴侣的特质。首先，圣杯国王对方他具备的是很强的这种水象特质，就是他们能够给到你们很多的情绪价值，而且呢，圣杯国王就是在你们婚礼那天，他会喝很多很多的酒啊，会宴请宾客，并且呢，就是这个人的话，你们能够走到一起，对方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水象加风象特质的这样的一个人格，既感性又理性，就是他们的感性呢，能够在这段关系当中给你们提供很强的情绪价值，尤其是在你们感到难过和失落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坚定的进入到婚姻当中，一定是对方他陪伴在你们，就是在你们人生最低谷最难熬的那个阶段，对方一直陪在你们的身边。所以说这个人有没有和你同享福我不知道，但是他们一定和你们共患过难。而且呢，宝剑国王对方他是有着很强烈的这种风象特质的，就是他们应该是有着很高的学历，至少也是硕士，甚至有可能是博士。他们的这种高学历让他们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和方向有着很深的研究，很强的话语权，甚至这个宝剑国王他都可以当你们的老师了。而且呢，这种风象特质的宝剑国王，他们自身呢对于未来的规划非常的理性啊，就是这个风象特质的人格是很善于权衡利弊的，他能够理性的思考，所以说他是一个水象加风象特质的完美的组合。那么在我们这一组占卜当中呢，实际上我看到的是，因为你们的这组占卜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你们还会举办第二场婚礼，第二场婚礼呢是你们会邀请自己最要好的几个朋友举办的一场比较私人的这样的一种宴会，而且呢，这个恋人牌就是说你们可能会在一个夏季夏天，在篝火旁边去宣誓，对彼此做出某种承诺，然后你们的身边有你们最要好的朋友去见证你们这样的一个宣誓的过程。而且呢，这张星星牌The Star， 星星牌就代表的是你们就是第二场婚礼举办的环境呢，它是在一个夜晚，在一个露天的环境当中可能是在一个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原生态的环境周围有草地和湖泊，所以说你们第二场和第一场婚礼举办的地点，包括你们的着装，包括你们去邀请的客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场婚礼你们是盛装打扮，而第二场婚礼呢，你们可能是，我觉得第二场婚礼可能更像是你们所期待的，或者说你们梦中的婚礼。而且呢，星币2这张牌呢，它意味的是第二场婚礼呢，完全是由你们亲自来策划和举办的。那我们在我们视频的最后的话，我们再来抽一张爱之神谕卡，看看你未来的伴侣他会对你，他会给你做出怎样的指引，或者说他想对你说的话。My beloved, though we may be physically apart, spiritually we are always united. For love transcends space and time, nothing is missing. 那他想对你说的就是，你可能现在你和这个人，你们之间有这种物理距离的束缚，physically apart, spiritually we are always united. 就是在精神上你们永远是能够和彼此共享的，或者说当你们遇到彼此的时候，对方他就像是一个你们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样，你们有非常多的共同话题，或者说你们在精神层面的这种是永远保持在一个同频的
状态下的，因为这种爱呢，它是 transcends space and time， 这种爱它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所以说你们其实什么都没有错过，因为当你遇到那个人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一切都会准时到来。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我们来看第3组牌，第一张牌权杖4，就是说你们的婚礼呢，可能至少会邀请3个伴娘，这3个伴娘是你们生命当中最好的3个朋友，而且呢，它是一个很盛大的宴会啊。这个举行的场地呢，它是在一个非常明亮的空旷的草坪上面，它是一个可能说是一个半露天的婚礼啊，背靠城堡。而且呢，在这一组牌面上，我看到啊，你们在婚礼当天会收到很多的祝福和礼物，并且呢，就是从这个星币3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婚礼的策划呢，它可能会有很多人来参与，不仅仅是你和你的伴侣，而且呢，这个星币3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婚礼的环节，很多环节都是你们自己的创意或者说 DIY 的，你们会去主动的去制作或者说装饰这场婚礼啊，你们可能还会为了这场婚礼去绘制一幅很大的画。这个星币3它其实有某种艺术创作的成分在里边，就是说这将会是一场非常有艺术感的、有美感的这样的一个婚礼。而且呢，这个婚礼的话，它是分为2部分的。为什么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半封闭的婚礼呢？就是说你们可能一半婚礼是在一个，比如说一个大型的建筑的内部啊，比如说一个城堡啊、教堂，然后另一部分呢，它是在室外举行的。所以这个宝剑9的话，就是你们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很可能会失眠，对，就是一整晚你们都睡不着觉。而且呢，从牌面上来看，你们可能整个人会感到很焦虑，或者甚至有一点情绪化。我觉得这种很复杂的情绪，可能是你们会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或者说在婚礼前的一晚上，你们整个人的压力会很大，因为这是你们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权杖7，你们可能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多人的期待和关注。那么，这个权杖骑士呢，就是你们未来的伴侣啊，他为了准备这场婚礼，可能会特地的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啊。你们很有可能在正式举办婚礼的前一天，还处在一个异地的状态。就是说，权杖骑士他有着很强的火象特质啊，他是一个非常有事业心、非常上进的一个人。他可能就是在婚礼的前一天，他们还在一个地方去完成某项工作、某个项目。他们是一个很典型的工作狂，就是说事业上会非常的忙碌。可能说他们刚下飞机就要径直的去奔向你们举行婚礼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圣杯骑士呢，虽然说对方他非常的忙碌，但是他也会给你们准备一个惊喜和礼物。这个圣杯骑士的话，对方准备的这个礼物呢，会记录你们2个人过去交往的一些非常珍贵的瞬间和回忆啊。那么这个权杖国王呢，就说明对方他是有着很强的这种怎么说呢，这个狮子能量会比较强，就是他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啊，很成熟，甚至有点霸道的这样的一种人格。权杖国王的话，他们在性格上会非常的坚毅，而且呢，他们更偏向于更侧重于是一个运筹帷幄的管理者、领导者或者说企业家。而且呢，这个权杖国王就是在你们的婚礼之后呢，你们很有可能会去环球旅行啊，或者说去到一个非常远的地方度蜜月。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爱之神谕卡呢，是大天使给到你们的一种祝福啊，关于你们未来婚姻的这样的一种预测。这张牌首先就是 embrace 啊，拥抱爱啊。我觉得
你们要先看到爱才能拥抱爱，而看到爱的前提是你们要相信爱。所以这段关系啊，你们找到未来伴侣的一个非常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就是你们一定要相信他正在向你们奔赴而来，你们才能够看到他。并且呢，这张牌给到的指引是 Through each other, you find the missing pieces， 就是通过另一半，你们会在对方的身上看到自己渴望拥有但是还没有拥有的特质啊。通过这种方式，对方身上所具备的一些特质呢，能够让你们变成一个完整的灵魂。就是说，对方他是你们在人生这一块大的拼图上面的一个最关键的那一块拼图。而且呢，对方的话，他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水象特质加火象特质结合的一个人啊。就是他们的火象特质呢，代表的是他们的激情和热情啊。他们对于生活是永远充满热忱和期待的。他们活在阳光下，活在坦荡和不羞愧当中。他们有非常强力的这种生命能量。就是说，你们的未来可能你们两个人会共同携手去创业，去创造一些新的体验和经历啊。包括你们的未来可能会一起去环球旅行啊，这也是你们两个人非常大的目标之一。那么对方的这种水象特质呢，就是说在他的这种激情的能量之下呢，其实隐藏着他们关于爱情、关于生活的一个非常浪漫化的愿景。所以说这个圣杯的话，可能是他们在婚礼上就会给你们准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让你们终身难忘的一个礼物。那么关于你们未来伴侣的这个特质呢，它既有水象特质的温柔，又有火象特质的热情。有着成熟的外表啊，但是在成熟的外表之下，又有一个非常浪漫且温柔的内核。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第4组牌的话，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个第一张牌高塔，它对应的是你们在这段婚姻之前啊，你们可能曾经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亲密关系。因为倒塌的高塔代表的是一段分崩离析的关系啊。可能说你们未来的婚姻是在你们告别了一个错误的人之后。那我们抽到的这一组牌呢，对应的一小部分人啊，你们的人生可能会经历不止一次婚姻。也就是说，牌面当中，在这个婚姻发生之前，可能说你们经历过一次婚姻，或者说你们会有一次失败的亲密关系的这种经历。因为你们的这种失败啊，因为你们的就是说和一个人没有走到最后，因为这样你们才告别了错误的人，你们才能够未来遇到那个对的人。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个世界牌还有星币7呢，它其实是你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举办婚礼的场地。首先世界牌呢，它是在一个就是周围也是有很多的水元素啊。而且呢，这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你们会在一个庄园内去举行婚礼。而且呢，这个庄园内的话，它有很多原生态的植被或者说果园啊。可能说我觉得有这么一种可能啊，就是你们可能会在一个这种葡萄酒庄园去举办这个婚礼啊。因为这个牌面上它有很多的葡萄。当然这个星币7它本身在宏观意义上象征的是一种收获。那么星币7的话，我觉得可能包括这个圣杯7啊，这个圣杯7也是你们宴请宾客的方式呢，也会比较特殊啊。就是你们可能会品尝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葡萄酒。也就是说，我觉得就这组牌啊，你们的婚礼元素当中，它是有着就是很浓厚的这种葡萄酒的这种元素的。可能说你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会非常热爱这种酒文化，葡萄酒文化。所以说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婚礼会在一个葡萄酒庄园举办。可能说对方他是一个关于这方面酒文化的一个创业者，或者说他们可能是一个品酒师。就是我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
包括你们的家人啊，都会来到这个庄园内。而且呢，这个星币王牌，星币王牌其实对应的是对方的出现。它本身是就是星币王牌，它对应的是土象特质啊，就是这个人的出现，它会很明显啊，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星币王牌这个牌面上呈现出来的特质呢，是很温暖的，很治愈的，可能说它就像一束光一样。而且呢，这个对方这种土象特质的人格呢，他们的信仰呢，会是以物质为基础啊，就是他们坚定的相信，首先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其次就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说他们也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啊。这场婚礼呢，从牌面上来看，很有可能就是说整个婚礼的主导和策划都是由对方构思的啊，包括你们这个婚礼举行的地点啊，整个婚礼的流程。那么圣杯2的话，对应的是你们举办这个婚礼的时间呢，它是接近日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就是你们两个人会在众人的祝福下一起去看一场日落。那么这个星币8呢，就是说在这场婚礼当中，它有很多的比如说食物啊，或者说酒水啊，可能是你们自己亲手做的。这个星币8呢，也有可能啊，就是每一个到场的客人、出席的客人，你们可能会发一个伴手礼啊，这个伴手礼是你们亲手制作的。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爱之神谕卡呢 ，New Beginning 啊，它是一个新的冒险啊 ，New Adventure awaits, embrace it and live your dreams passionately。也就是说，这个婚礼对你们来说，相当于是一个新生啊，一个全新的人生啊，它是一个对于过去的告别啊，也是对于新的人生周期到来的一种仪式。那我们抽到的这2张光之工作者神谕卡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牌是 Inner Temple 啊，就是你们举办这个婚礼的场地呢，它的内部就像一个宫殿一样，而且呢，这个内部的话，它有很多很明显的宗教感，或者说仪式感。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对应一部分人，可能你们的婚礼啊，不会在国内举办。这个牌面上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这个举办婚礼的地方会倾向于在一个非常有异域风情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可能是在欧洲，然后呢，就是你们举行这个婚礼的地方呢，在这个 Inner Temple 它的内部呢，有一个 Ever Unfolding Rose， 一个永不凋谢的玫瑰花，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特殊处理的永生花啊，是你的伴侣送给你的。它象征的是永恒的感情和陪伴。意味的是长长的路，你们两个人会慢慢的走。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